这样走路的人都活不久。医生，这几种走路姿势抓紧时间改掉。孙大妈今年58岁，退休后一直在家带孙子，每天忙来忙去的她，看起来精神还不错，可最近却总感觉膝盖和腰部隐隐作痛。有一天，她去菜市场买菜，在回家的路上突然感到膝盖一阵剧痛，几乎站不稳。孙大妈的女儿知道后，赶紧带她去医院。医生详细询问了她的生活习惯，还让她走了几步，看了看她的步态。医生说，像孙大妈这样走路，时间长了，膝盖和脊柱都承受了不正常的压力，难怪会疼痛。孙大妈疑惑地问，可我这样走了一辈子，怎么到现在才出问题呢？医生解释道，年轻时关节有韧性，可以缓冲不良姿势带来的伤害，但上了年纪，身体各部位的退化加速，问题就渐渐显现了。那么，到底该怎样走路才能保护我们的健康呢？一、不良走路姿势对健康的隐形威胁。很多人可能都没想到，每天不经意的走路姿势，竟然会成为健康的隐形杀手。你是不是也经常无意识的拖着脚、内八字或者大步流星，走路姿势不正确？关节、脊椎甚至心血管系统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。长期保持不良的走路姿势，身体的重量分布会不均匀，特别是膝盖和脚踝部位受到的压力会加大。当膝盖内侧软骨长期受到过大压力时，软骨就会变得越来越薄，甚至磨损殆尽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到了中年，膝盖疼痛问题频繁出现，而脚踝则承受着我们每天的大部分体重。不正确的走法会让脚踝的肌腱和韧带长期处于紧绷状态，时间一长，可能就会造成炎症或者损伤。说到脊椎的问题，很多人总是觉得那是老年人才会有的毛病，但实际情况是，年轻时不良的走路姿势会让脊椎逐渐受损。有的人走路喜欢含胸驼背，有的人则喜欢前倾或后仰，这些姿势都会导致脊柱无法正常保持 S 型曲线，脊椎被迫长期维持不自然的状态，慢慢就会出现腰椎和颈椎的不适，久而久之发展成腰椎间盘突出、脊柱侧弯等问题。不仅如此，走路时姿势不对，还会影响到我们的呼吸系统。比如有些人在走路时总是低头，肩膀向前收紧，这样一来，胸部空间就被压缩了，肺部无法完全扩展，呼吸自然变浅，体内氧气供给不足。长期下来可能会让人感觉到疲劳、无力，甚至引发心血管问题。虽然这些健康隐患并不会立即显现，但随着时间的积累，不正确的走路姿势会在某个时刻突然爆发出来。有些人会问，为什么别人也这样走，偏偏我就有问题？其实，每个人的体质和身体状态都不一样，不良走路姿势只是一个触发点。当身体其他部位也有些小问题时，这种错误的姿势就会加重负担，最终导致更大的健康问题出现。当我们意识到走路姿势的隐患后，也就有机会重新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。这不仅仅是让身体更健康，也是在为更高质量的生活积累资本。一个小小的姿势改变带来的可能是长期的健康收益。二、这些走路姿势最伤身。最常见的就是内八字或外八字走法，脚尖向内或向外过度偏斜，看上去或许没什么问题，但它会让膝盖、脚踝等关节的受力不均匀。膝关节是承受我们体重的关键部位，如果长时间不正常受力，就会加速软骨的磨损和退化，甚至发展成关节炎。很多人在年轻时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，只有到了中年，开始感受到持续的膝盖疼痛，才发现原来是多年的走路姿势不正确所致。有些人喜欢大步流星的走，觉得这样更有活力。如果步幅过大或者脚落地时用力不均，容易导致小腿和脚踝的肌肉长期过度紧绷，这样不仅容易引发小腿肌肉拉伤，还可能导致脚跟的疼痛，特别是当脚后跟着地时。有些人走路时总是喜欢含胸、耸肩，这样的姿势会让脊柱无法保持自然的曲线，时间一长，肩颈和腰背部的肌肉会一直处于紧张状态，慢慢的引发肩颈痛、腰背痛等问题。走路过于急促或匆忙，也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危险信号。急匆匆走路的人，通常会将重心过分前移，导致身体上半部分失去平衡。长期这样走，腰椎、膝关节都会受到损伤，
严重时甚至会影响到髋关节的健康。另一个不容忽视的走路坏习惯是踮脚走或脚尖落地。有人习惯性的用脚尖走路，尤其是穿高跟鞋的人。这种姿势让小腿和足部的肌肉长期处于紧绷状态，可能会导致小腿肌肉劳损、跟腱发炎等问题。要改善这些走路姿势，其实并不难，只需要我们多花一点时间去关注自己每天的走路状态。小小的姿势调整可能会带来身体的巨大变化，不仅能让我们更舒适的行走，还能远离关节疼痛、腰背劳损等健康隐患。3. 如何通过正确的走路姿势改善健康？正确的走路姿势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复杂，只要掌握了一些关键点，就能大大改善身体健康状态。所以，了解并练习健康的走路方式是每个人都应该掌握的技能。走路时脚尖应朝前，步伐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，迈步时脚后跟先着地，然后脚掌逐渐滚动到脚尖，保持轻松的节奏。这样一来，脚部各个部位的压力会均匀分布，减少了某一部分单独承受过多压力的风险。腿部动作也很重要，走路时双腿应自然摆动，不需要刻意抬得太高或迈得太开，只要确保每一步都轻松有节奏。如果能让腿部放松，保持一个自然的摆动状态，就能避免这些问题。腰背的姿势更是重中之重，走路时要保持背部挺直，腰部放松，不要含胸驼背，也不要把腰挺得太直而过于僵硬。脊柱有一个自然的曲线，我们要让它保持在这个曲线上。头部的姿势也不能忽视，头要保持平视，目光朝向前方，不要低头看地，也不要抬头看天。只有保持头部平稳，脖子和肩部肌肉才不会受到多余的负担。练习正确的走路姿势，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来加强，比如在平地上练习走直线，感觉每一步的重心变化。也可以在镜子前观察自己的走姿，调整不自然的动作。调整姿势虽然需要时间，但只要用心去做，很快就会发现身体的不适感减少了，走路也变得轻松了。保持一个健康的走路姿势，就像是在为自己的身体投资，长期坚持下去，不仅能避免许多关节和脊柱的疾病，还能改善整体体态，让身体更舒适自在。4. 小习惯大改变。说到健康长寿，很多人都会想到吃得好、睡得好和适当锻炼，但其实每天的走路姿势也是其中的重要一环。正确的走路方式可以说是健康生活的助推器，而不好的走路习惯就像在身体上放了一块隐形的砖头，不知不觉中压垮我们的健康。很多老年人常常会抱怨膝盖疼痛、腰酸背痛，觉得这是年纪大了自然会发生的事情。但实际上，有些问题是可以通过早期的姿势调整来预防的。年轻时养成正确的走路习惯，等到年纪大了，也能让身体保持灵活，不受疼痛困扰。小习惯的改变不仅仅会改善身体健康，还能带来心情上的变化。想象一下，当你每天走路轻松，没有疼痛感时，整个人的状态都会变得轻快。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可以利用一些小技巧来帮助养成良好的走路习惯。比如，在公园散步时，注意观察自己的脚步，是不是每一步都轻松自然；或者在家里铺上瑜伽垫，光脚走一走，感受脚掌的受力点。走路不仅仅是一个移动的方式，更是与大自然、与自己的身体对话的过程。每一步踏出去，都是在为健康打基础，为未来的生活增添保障。让每一次出门，每一次散步，都成为改善健康、提升生活品质的机会。结语：走路姿势看似简单，但它对我们的健康却有着深远的影响。错误的走姿可能导致关节磨损、脊柱问题，甚至心血管疾病等严重后果。很多人习惯性忽视这些小事，觉得膝盖疼、腰酸只是生活压力和年龄增长的自然现象。然而，这些症状背后往往与长期的不良走路习惯密不可分。通过及时调整姿势，选择合适的鞋子，我们能够有效减轻身体的压力，改善整体健康状况。生活中的点滴细节看似不起眼，却往往蕴含着改善健康的大智慧。希望每个人都能从今天开始重视自己的走路姿势，通过简单的调整和日常练习，让每一步都迈向更健康、更长寿的新生活。
健康和幸福有时候就藏在这些小小的细节中，只需我们用心去发现并改善。